特殊的样貌与体型，所以在希腊神话中被视为海神的坐骑。而我们也常会看到海马在卡通中被塑造成像马一样的交通工具。那究竟海马是鱼还是马呢？海马呢是一种非常娇贵的可爱生物。那海马到底是鱼还是马呢？要告诉大家，其实呢它是属于鱼类的一种哦。那它是用鳃来换气呼吸的，但是呢有别于一般呢所常见的鱼类，它跟一般鱼类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呢一般的鱼类有着尾鳍，左右摆动的尾鳍，但是海马它是没有的。那海马呢它的脊椎，整条脊椎延伸到它的下方的话，是已经退化，像是猴子尾巴一般卷曲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累了，它就可以利用它的尾巴来卷曲在凸起的物体上面，帮助它依附在上面呢做休息的动作。海马的寿命呢，大约是2到5年左右。那会根据它们的品种不同，还有身体的体型不同，就是2到5年会有所增减。不过海马呢，其实它的大小，它最大的话可以长到34公分，但是一般的海马来说的话，大约是10到25公分。活动的时间一般都是落在早上到下午，就是白天的时候。那晚上的时候呢，它们一般都是一动也不动的在休息。哦，各位小朋友，所以我是鱼哦，是不是跟你们平常看到的鱼很不同呢？虽然尾巴退化了，但我还是可以游得很优雅哦。哎呀，先不跟你们说了，我要游去找我的好朋友一起玩耍喽。海马的特征呢，就是从头部上来看呢，就是它有管状的嘴巴，那管状的嘴巴上面还有一个口盖，可以防止猎物逃跑。那它所有身上的那个鳞片都特化成骨板，骨板会变得非常的坚硬。除了不好捕食之外，那它上面还会有一些棘，会有一些棘刺，算是一种防御。那它们有胸鳍以及背鳍，还有臀鳍，比一般鱼类还要少，就是它们少了一对腹鳍，然后尾鳍完全退化。它拍动胸鳍其实就是快速的在游泳，它们其实震动的频率蛮高的。那它的背鳍呢，就是用来像是舵一样来控制它们游泳的方向。它嘴巴的话是管状的，所以它们吃东西就必须吃跟嘴巴差不多大小的东西，然后用吸取的方式。对，那它有一个口盖，它会把就是吸到东西之后，会避免它们逃出来，会把它盖住。虽然我嘴巴细细长长又小小的，但可别小看我哦，我吃东西可是非常厉害的。你看，是不是快很准呢？海马的食性主要是肉食，所以它会吃肉，所以活动的东西它大概都会吃，比如说桡脚类、小型的桡脚类，或者是端足类，或者是小型的甲壳类，像虾子的小虾米这类的。那甚至小型的鱼类它也会吃，所以它主要是摄食这些会动的这些动物，所以它是肉食的。以食物链的概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但是它本身也是被更具有掠食性的物种所掠食。其实海马它是随机掠食者，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因为它游泳能力不强，它比较难去追捕猎物，所以它会固守在某一个地方，等待这些猎物刚好随机经过的时候，它就去捕食它，所以它食量可大可小。可是如果在人工环境里面如果一般我们一天喂2次，那一次大概它可以吃，黑壳虾大概可以吃4到6只，那如果一天下来可能喂到8到10只，大概目前它的摄量大概是这样，这是指成体的部分。哇，有这么多的海马，每只的颜色、长相都不同呢。你看，这只海马的眼睛周围像星空一样闪闪发亮。那究竟有多少种类的海马呢？海马有很多种，但是原则上是属于同一属。但是这么多种其实我们目前还没办法确定到底有多少种，因为海马会随它所处的环境跟摄食的饵料，它会改变不同的体色，甚至它的外观会稍微有点不同。所以以前在用形态分类学上做出的分类，它可能有2、3种，它根本是同一种。
所以目前就总的定义来讲的话，从外观形态来判别，还没办法确定到底有多少种，但是最少是40几种。那不同的水域，它的摄食环境不一样，当然栖息环境不一样，也会影响它的生长。所以海马有小到2、3公分的，但是也有大到超过30公分的。如果在我们台湾地区的话，在大鹏湾原始栖息地有一种叫做克氏巨海马，它的成体可以超过30公分。那海马外观上它有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有观赏价值。那当然，这种生物，目前它是跟鱼类来比的话是比较特殊的，不管是外观还是它的游泳姿态，或者是它的生态习性，所以相对在我们的教育意义上它也蛮重要的。你看，我有长长的嘴巴，卷曲的尾巴，还有优雅的姿态，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赶快见到我，跟我一起做朋友啊？不过海底世界这么大，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呢？海马在天然水域的分布大概在南半球、北半球都有，但是都分布于热带跟亚热带地区，所以在这个水域，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水温会比较高。但是不同的海马，它栖息深度不一样，越深的话水温相对比较低，它是变温动物的，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热带跟亚热带都有分布，基本上它是比较属于高水温的。所以如果栖息在比较浅水层的10米以浅，通常它是比较适合高水温的，比如说23到28，甚至更高。那如果是比较深的水层的栖息的物种的话，它的水温可以适应的更低，比如说到达20度。那其实，在台湾有比较栖息深水层跟浅水层，所以它的栖息环境会因为物种不同而不同。如果想要发现它们的踪迹，找找地图上水温较高的热带与亚热带分布在哪里吧。不过，海马是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呢？行动缓慢，会不会容易被捕捉呢？一般海马是因为它的游泳能力不强，主要是它的尾鳍。鱼类靠尾鳍当做主要动力来源，可是海马它的尾鳍已经退化了，变成是尾巴状的，所以它的游泳能力相对会比较弱，所以它在水中的生活形态跟鱼类就不一样，它活动范围不广，然后它的游泳能力弱，所以对抗水流环境也比较差，所以一般它栖息的环境都是水流比较平缓的，然后有附着物的，比如说水草啦等等，可以让它尾巴卷曲的，像猴子这样挂在上面，然后帮助它定位在水中的，所以它的生态习性会跟鱼类比较不一样，会固着在某一个水域生活。海马活动范围不大，所以一般在特殊的环境里面你就会发现它的踪迹。可是如果这些环境一旦变动它很容易生态环境就被破坏。那它的习性大概就会根据这个栖地去寻找适合的，所以通常一个地区如果适合它生存，它通常会有一定群聚量的这种海马存在。那只要环境一破坏或者环境一变动，你可以很明显感到它可能海马数量就瞬间减少。但是除了天然环境的破坏之外，其实人为的采捕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人为采捕过量这个海马可能在这个水域它可能会大量消失。如果以克氏巨海马在大鹏湾原先分布的这个物种来看，目前要看到克氏巨海马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它的单价非常高，但是它的捕获量也相对很少。所以这个水域如果万一环境有所改变，那对这个海马的生存它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它不太会移开。为什么海马的尾巴会像牵手一样紧紧粘在一起，还把对方圈住了呢？它们靠这么近，是不是在讲什么小秘密呀？这些行为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海马比较特殊的是，它是体内受精，然后是卵胎生。意思就是说，它的蛋会在体内受精，然后在体内孵化，然后再把幼苗排放到水中，跟一般鱼类的生殖不太一样。一般鱼类是把卵跟精子排放到水中，让它在水中体外受精。
那海马更特殊的一点是，它有育儿带，而且育儿带是存在于雄海马，所以当它们要交配的时候，雌雄会把尾巴卷在一起，然后绕着水层上下游动。那这时候公海马会有求偶行为，所以它会把育儿带的带口张开，向母海马展示。那母海马如果它的生殖腺发育够成熟，它的那个生殖管末端会稍微突出，它就把这个突出的地方套入那个雄海马育儿带的开口，然后把蛋产在里面，就在育儿带里面受精。所以受精卵会在雄海马的育儿带里面发育到它完全变态变成海马子鱼的时候，雄海马再把育儿带的带口张开，然后用弯腰的方式、挤压的方式，把育儿带里面已经发育完成的那个海马幼苗，把它喷发到水中。所以它是体内受精，而且是由雄海马负责育幼。原来雌海马与雄海马紧紧牵着手是要跳交配舞，一天最长可以跳8小时哦，而且是海马爸爸孕育出海马宝宝呢，跟其他鱼类完全不一样。你们仔细看，小小的海马宝宝微微透明，是不是很像海中的小精灵呢？要判别雄海马、雌海马在幼体比较困难，因为它的外部性征比较不明显，主要的性征就是雄海马它有育儿带，雌海马没有。但是如果在成体的话，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是从育儿带，第二个是从成体大小。一般雄海马体型会比较大，雌海马体型会比较小。那雄海马在它的腹部末端会有一个类似气囊的构造，那个就是它的育儿带。所以只要有育儿带，一定是公海马；没有育儿带，一定是母海马。大家好，我是体型较小、温柔优雅的海马妈妈，负责产卵到育儿袋中。Hello， 我是海马爸爸，我的特征是腹部有一个育儿囊，我是负责照顾海马宝宝，直到他们平安出生，而且我一次可以生下1到2000只小海马哦。海马在传统的中药上被视为珍贵的中药材，用来医治许多疾病，价格也很高。不过，是有哪些特殊的品种才会被拿来当中药材呢？那我们在传统的中医上，海马也是一个很好的药材，它有很多的功效。那我想，这个功效的部分，以往已经有很多论述，所以海马就它的经济价值来讲，它是很高的哈，不管是在食用啊，当做药材，或者是当做海水观赏生物，它都有非常高的价值。那体型越大的，当做中药材，当然它的市场单价会越高。但是这也牵涉到养殖的难易与否，跟人工繁殖容不容易，有没有技术瓶颈。那有少数的海马，其实它在不同的环境，或者是在人为调控的特殊的环境，它会呈现不同的样貌，比如说颜色上不同。那有红色、黄色、橘色，甚至亮黄、亮红。那这个在市场价值上是不同的。所以像这类的海马，其实也跟物种有关系，不是每一种物种都是可以呈现多样貌的外观啊。那在人为养殖里面，通常我们会选择它可以在人为环境之下呈现不同的外观，那市场价值会比较高。可是如果当做中药材，因为它毕竟是干燥的，所以中药材的体色其实就没有影响。体型越大，一般是价格会越高。目前应用在中药材的海马物种比较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几乎都可以用，而且你干燥之后其实外观看起来差别不是那么明显。某些国家他们有一些物种都是单一物种，比如说线纹海马，那它使用在中药材几乎都是同一种。但是在别的地区或者是国家，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海马，但是他们有别的物种的海马，那一样也可以用在中药材。比如说在东南亚国家，它可能没有线纹海马，线纹海马可能是比较偏向美洲地区的，但是像印度啦、越南啦，甚至缅甸地区的，还有菲律宾，他们那些地区的海马，事实上也有当做中药材的这种物种。目前在国内有几个单位在从事海马研究，甚至有一些产业也开始做海马的人工繁养殖生产，不过目前还是少数了那海马可以应用在观赏水族，所以国际贸易上
在台湾如果有人工繁养殖的海马，而且可以达到不错的外观显色，那自然具有国际贸易的价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目前也有一些研究是着重在海马它的体成分是不是可以当做生物医疗的用途。那目前这个也有一些成果呈现出来，所以在未来或许人工繁养殖的海马，除了当做观赏水族，让这些爱好者去饲养、观赏、休憩之外，那它的成体可以萃取它的有效成分，当做生物医疗用途，或者是当做有机养生这些使用的用途。所以这个两个都是可以。那目前在台湾观赏水族的，大概已经有在出口外销了。那就生物医疗用这个用途的话，目前还在发展。但是如果纯粹以它当做中药材，这个早就已经在使用了。哇哦，原来海马是非常珍贵的生物，不仅可以繁殖观赏，还是珍贵的中药材呢。不过那些被当成中药材和市面上贩售的海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海马它的高经济价值主要来自于它具有观赏性，而且它具有药物的这种使用性，所以目前在人工繁养殖还有人工培育的技术还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大部分的海马活体或者是当做药材这些干燥的成体，几乎都是从海里面抓上来。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天然水域，因为它栖息的环境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它的活动力比较弱。那如果大量采捕，天然资源一定会逐渐匮乏。所以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海马都列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2。所谓的附录2就是说这些物种已经有绝种的危机了。那你要做国际贸易，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可以同意进行，也就是人工繁养殖，而且要当地政府发予是人工繁养殖的证明，它才可以再被进口国接受。所以如果在我们本地要进口国外的海马进来，一定要当地政府核发的那个人工繁养殖的证明。那当然，未来人工繁养殖会是解决海马濒危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一个方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现在我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玩耍，都没有人陪我一起聊天，我觉得越来越孤单了。你们知道他们都跑去哪里了吗？近年来的话呢，大家应该会发现到海马呢越来越少了，濒临呢快要灭绝的危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主要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人类呢对于这个经济快速的扩展之下，对于他们生产的环境呢已经大量的破坏了，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平常他们原有的栖息地，像是珊瑚礁区以及红树林区。那第二个的话，人类因为捕捉到它是非常容易的，游泳速度相当缓慢之下，所以呢可以快速的抓到这个海马，把它卖到中药材店贩卖给一般民众呢来享用。那第3个的话呢，就是渔民抓到这个海马之后，会把它贩售给一般的水族馆，水族馆呢再贩卖给一般的民众来做饲养。根据呢这个科学家研究到呢，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光是那一年呢，这个海马在亚洲地区呢所贩出去的数量呢，大约就有70吨左右的重量。那其实呢，捕捉了这么多的海马，海马现在在台湾的话，已经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了，濒临绝种。那其实呢，我们说到有买卖就会有杀害，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购买这一些海马的中药材，以及把它带回家。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后代的子孙呢，继续跟海马这种可爱的生物永留存在地球上。